在 KTV 里端了半年的盘子后，我突然觉醒了，发现自己身处一本宠文里，人设还是恶毒男配。明天我就会跟我的富豪爸爸相认，之后被安排跟一个没有感情的女人联姻，婚后还遭遇了家暴。而男主遇到了女主，被女主一家宠上了天，他天天跟我秀恩爱秀幸福，刺激得我心理失衡，用尽各种手段想要破坏他和女主。最后我被送去蹲局子，而男主和女主喜得双胞胎。这是哪个天杀的作者写的剧情？有钱有闲有老婆，这种好日子不过，我做死去破坏男女主干什么？按照剧情，我先是被富豪爸爸认了回去，然后又被安排娶了那个没有感情的女人。但接下来的剧情，我选择了不作死，安心过我的好日子。顾旭说他要去见白月光，我建议他带束花。宋先生最喜欢白玫瑰，别买错了哦。顾旭，他疑惑是应该的。按照小说人设，我应该阻止他去见宋景。在我原本的道德观念里，结婚了就该从一而终，绝不能再朝三暮四。但以前是以前，现在的我只喜欢钱。我跟顾旭说，为了友好和平地相处，我们做一个约定怎么样？顾旭，什么约定？你玩你的，我帮你保密，然后你每次付费就可以了。顾旭，看他满脸震惊，我也疑惑了。你们圈子里不都是这么玩的吗？婚姻归婚姻，都是为了利益；感情归感情，谁心里还没有个甲乙丙丁？顾旭沉默了2秒后才开口，婚后各玩各的确实很常见，但是开口问老婆要封口费的不常见。我双手一摊，女人哪有钱靠谱？顾旭前脚刚走，后脚男主宁楚就给我打电话了。按照时间推算，这个时候他和女主温思思已经在一起了。他会跟我说温思思多么宠他，然后顺口问一句我过得怎么样。顾旭时不时的要去陪他那个白月光，按照原剧情我当然过得不怎么样。可宁楚不知道是情商低下还是故意的，对我关心不多，秀恩爱反倒越来越多。我堂堂豪门少爷居然连他都比不上，我能不气吗？但现在我还真不气。在宁楚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时，我笑着回道正在收拾行李。他惊讶，怎么了？跟你老婆吵架了吗？我哪有空跟他吵架，我要去国外旅行度蜜月啊。不是，我一个人去。宁楚惊讶的啊了声，又问你们新婚燕尔正是甜蜜的时候，不打算造人吗？造什么人？我跟顾旭有半点感情吗？匆匆敷衍了宁楚几句，我迅速挂了电话。等到顾旭的封口费打过来，我立马就提着行李箱去机场。顾旭晚上到家，发现屋里一片漆黑，他震惊的给我打电话，你人呢？在马尔代夫看夕阳。顾旭，我到马尔代夫的第2天，宁楚和温思思也来了。宁楚嘴上说着很想我，太久没见了，所以让女主带他来这里跟我见面。但我怎么从中琢磨出了一抹炫耀的意思？更离谱的是，他明明是来跟我见面的，结果一天到晚都跟温思思黏在一起，还一会儿叫我拿这个，一会儿叫我拿那个。外人看来还以为我是他们的佣人呢。我当即决定换个地方玩。宁楚又震惊了，你花钱这么厉害，你老婆不会说你吗？我跟他是商业联姻，又不是他包养我。大概是包养这2个字刺痛了宁楚的自尊心，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垮了下来，重重的看了我一眼后，他低声吐出一句，祝你玩得开心。我当然会玩得开心，只求他不要再带着女主来我面前秀恩爱了。虽然剧情设定我是恶毒男配，但我不想给谁当配角。牛不喝水还强按头吗？在外玩了大半个月，顾旭终于又给我打电话了。这次是因为有个宴会需要我们合体出席，我想也不想就建议他，那你带宋先生出席啊，反正你只是需要个男伴，他也是男的。顾旭后面他耐着性子跟我解释，因为这场宴会很重要，双方父母都在关注，所以他只能带我去。这样啊，要不你说我病了？我还没玩够呢，不太想回去。顾旭对于我的态度非常不满，冷笑道，我还是第一次见把老婆往外推的，心伤，你可真牛逼。我牛逼吗？我怎么觉得他们女人都这么贱呢？按照原剧情，每次他去陪白月光我都会大吵大闹，后面他烦了就干脆几个月不回家。我找到他白月光住的地方，跟他的白月光动了手，他一气之下也对我动了手，最后闹得2家不欢而散，外人也看够了笑话。难道这就是他想要的？我对顾旭说，要我回去配合你也不是不行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朋友过几天生日了，你陪我一起去，表现好点。宁楚马上就要生日了，到时候肯定会叫我，也免不了要秀一波恩爱。我原本是不打算跟他再多联系的，但一起在 KTV 端盘子的时候，他曾舍命帮过我一次，就当是报恩吧，只要他不过分，我也不想跟他撕破脸。顾旭答应了我的条件，我也乖乖在第2天飞回了国。由于飞机晚点，顾旭在机场等了3个小时，我一到出口就对上了他黑沉沉的脸。怎么，不高兴我回来啊？那我现在就走。顾旭，他忍着怒火把我塞进车里，又递过来一个袋子，让我赶紧换衣服。在车里换。顾旭伸手按了一个键，车子中间的挡板升了起来。换吧，现在没人看了。
我缓缓看向他，你不是人吗？顾旭。为了不被我气死，他果断扭头看着窗外。我提醒他，玻璃反光也会看见哦，记得闭眼。顾旭深吸一口气，还是没能挡住理智飞到九霄云外。他转回来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，心商，你跟我领了证的，我就算把你看光了也合法。哦，那你看吧。我大大方方的当着他的面开始脱衣服，顾旭反倒不好意思了，蹭的一下脸红了。小样，跟哥斗呢？哥可是知道所有剧情的人，顾旭就是那种你跟他来硬的，他能弄死你；但你跟他来软的，他就会不知所措。在顾旭满脸通红闭上眼之后，我施施然的换好了衣服。到了宴会现场，刚一下车，我就挽住了顾旭的手。顾旭演技不错，那还请顾总待会儿宴会结束后奖励我100万。顾旭面对前来攀谈的人，我笑容满面回答得体，一点也不像是被拐卖多年突然回归豪门的落魄男。顾旭看我的眼神也从一开始的诧异逐渐变得有些暧昧。等等，暧昧？我一个机灵，在宴会结束后立刻跟他划清界限。这次我帮你是为了下次你帮我，咱俩属于互相帮助，你可别歪了想。顾旭似乎喝多了，靠着椅背，眼神迷离。他抬手扯着自己的领口，颇有股女流氓的味道。你嫁给我，不会就只是为了钱吧？不然呢？难道还是为了你的人吗？我无比真诚，然后顾旭就被我的真诚伤到了。他气急败坏地把我扯过去，让我好好看看他的脸。我这样的你不喜欢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随口瞎诌，喜欢温思思那样的。顾旭，那不是你朋友的女人吗？那又怎么了？防火防盗防兄弟，我就是那个会撬墙角的兄弟啊，顾旭。他大概是被我的三观震惊到无语了，缓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。心商，你老婆在你面前呢，so。顾旭气急了，一把扯下自己的披肩扔到一边，然后他拉着我的手，在他的锁骨和柔软都按了按。柔软的触感，手感好到爆，靠这女人用美人计是吧？你干嘛？我试图收回自己的手，但是顾旭不让。他勾唇轻笑，缓缓贴了过来，直到将我困在车门和他的怀抱之间。在我面前说你喜欢别的女人，心商，你想死吗？姿势太暧昧，他的表情，他说的话都太暧昧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差点以为顾旭喜欢上我了。直到他的手机铃声传来，我看到屏幕上的备注只有一个字：紧。多亲密啊！顾旭看了一眼，没有接通，而是把电话给掐断了。但我现在清醒无比，笑着反问他：顾总不是也喜欢别的男人吗？顾旭被我问得一愣，我趁机把他推开，并提醒他：顾总别忘了，我们只是商业联姻。原剧情里，顾旭不止一次用这句话将我堵得哑口无言。现在我先发制人，不过这么做的后果就是顾旭接下来好几天都没有给我好脸色。直到宁楚生日那天，我问他还陪不陪我去，顾旭冷声反问：要是我不陪你去，你就一个人去？不啊，我可以找别人。男的女的？我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了他一眼，刹那间无声胜有声。顾旭炸了，你敢找女人陪你去？你信不信我报警？有病吧他？这种事报警丢脸最大的人是他吧？不过听他的意思，大概是愿意继续陪我去宁楚的生日会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想跟他闹得太僵。我迅速换上笑脸，牵起他的手，那走吧。顾旭一下没反应过来，被我拉得踉跄了一步。往前走的时候，他又低头看了看我俩十指紧扣的手，然后嘴角悄悄上扬。宁楚的生日会场面盛大，温思思确实很宠爱他，但来人之中除了我是宁楚的朋友，其他的都是温家和温思思的朋友。宁楚特地带着温思思过来跟我们打招呼。两个女人握手的瞬间，顾旭不紧不慢地开口：温总确实很有魅力。温思思？宁楚也一头雾水地看向我，而我猛地想起来，那天我随口瞎诌说自己喜欢温思思，这家伙不会要在今天搞事情吧？我对着宁楚和温思思抱歉的笑笑，然后又悄悄在顾旭的腰间拧了一把。顾旭立刻转头瞪我，还好这时有人来跟宁楚和温思思攀谈，我连忙拉着顾旭去了无人的角落。你干嘛不是说好了今天要配合我的？顾旭皮笑肉不笑的，怎么配合？跟温思思挽着宁楚一样挽着你吗？还是叫你老公？最后2个字激得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我很无语，但又不知道从何解释。更让我郁闷的是，顾旭这副样子看上去像是吃醋了，可他跟我之间吃的哪门子的醋？沉默的僵持了几秒，不远处有人喊顾旭，应该是生意场上的合作方。顾旭虽然不耐烦，但还是给面子的走过去跟对方聊了几句，再回头发现我已经跑到宁楚身边了。还好温思思也走开了，不然他估计会以为我是想黏着温思思吧。宁楚跟我说，他原本也想请其他的亲朋好友，但是温家的门第太高，他怕其他人过来
反倒不自在。我笑着点点头，岔开话题，想跟他聊聊事业规划。以前我俩没背景没资金，找不到工作，只能暂时在 KTV 里端盘子。现在我回归豪门了，他也有了温思思当靠山，再想干事业应该会容易很多。然而宁楚一本正经地说，我暂时没什么规划，只想好好陪着思思，她有睡眠障碍，只有我陪着她才能睡得着。是我天真了，我原以为事业规划这种高大严肃的话题扯不到秀恩爱上面去，结果还是吃了一嘴的狗粮。更可怕的是，温思思这时跟其他人聊完又过来了，她挽着宁楚的手，柔声问宁楚是不是累了。宁楚微笑着摇头，不累，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你更辛苦。温思思，只要宝贝开心就好。够了，恶毒男配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为什么要在我面前秀这么尬的恩爱？我扭头想走，结果迎面差点撞上一个人，是恶毒女配周小雨，她喜欢宁楚，想要横刀夺爱，只可惜实力不如温思思，就拉拢我跟她一起搞事情。原剧情中我跟她狼狈为奸，不仅一起做了很多坏事，还让人误以为我跟她有一腿。所以在她笑着跟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，我下意识的就想躲开。可宁楚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周小雨的真实面目，他甚至觉得周小雨人不错，说话间又朝我眨了眨眼，意思很明显，顾旭对我不好，我可以趁早找下家。我就算要找下家，也不能找周小雨这种人面兽心的家伙吧。可周小雨提出要加个微信，我正打算睁眼说瞎话，说自己手机没电了，身后冷不丁伸过来一只手，直接把我拽了过去。我撞在了柔软上，无奈的皱眉。是顾旭，他搂着我的腰，眉眼冷厉地盯着周小雨问，干什么？当众挖墙脚是吗？周家在圈子里虽然不是什么龙头老大，但也是有名有姓的，再加上两家在生意场上有些合作，所以周小雨对顾旭并不畏惧。他甚至觉得就算他当众挖顾旭的墙角，顾旭也不会跟他撕破脸。一则要顾及两家的交情，二则大家都知道顾旭爱的人是宋景。我算什么东西？一个被新家找回来用于交换利益，同时被合法老婆嫌弃的可怜虫罢了。我曾在觉醒之后想过，被新家认回去之后不同意娶顾旭，可我到了新家才知道，我是没有选择的，要么回去继续过那可怜巴巴的日子，要么就听从新家的安排娶了顾旭。所以顾旭怎么可能为了我跟别人起冲突？最主要的是现场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万一事情传到宋景的耳朵里，宋景生气了怎么办？周小雨心里应该也是这么想的，还笑得阴阳怪气，顾总火气这么大干嘛？我就是跟辛先生留个联系方式，谈不上挖墙脚。顾旭，滚！干脆利落又丝毫不留情面的一个字，把在场吃瓜群众都给震惊了。我也震惊了。周小雨拉下脸来，咬牙切齿道，顾旭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顾旭看都不看他，只回头问我，你要给他留联系方式？那副样子好像我敢点头，他就敢当场杀了我。不过我本来也没想跟周小雨有什么联系，所以就摇了摇头。顾旭的脸色缓了缓，随后又对温思思说，这畜生不但想挖我的墙角，也想挖你的墙角，你自己注意点吧。话音落下，他也不管在场的人是什么表情，拉着我就走了。他人高腿长，我又还有点猛，走得踉踉跄跄的，勉强跟了一段后还是没稳住，把脚给崴了。我痛得骂人，有病吧你，周小雨惹你生气，你去揍他，跟我发什么火？顾旭回头瞪着我，他不关心我的脚，只冷冰冰地问，今天我要是不在场，你是不是就跟周小雨加微信了？不会啊。顾旭的嘴角刚要往上翘，我又说了句，周小雨不咋的，江家小姐倒是看着不错。心伤顾旭暴跳如雷，神情似要吃人，而我一脸无辜。他大概忘了刚才来的路上宋景给他发了信息，让他今晚过去。我清楚地看到他回了一个字，好。所以啊，既然心里想着别的男人，就不要在我面前假惺惺。我跟顾旭说，你有事先去忙吧，我自己打车回去。顾旭的脸色比夜色更黑，他把我塞进车里，然后让司机开去医院。路上宋景又给他发信息了，他没有回复，宋景就打电话过来。顾旭接通电话，跟宋景说自己在去医院的路上。宋景立刻就担心了，怎么了？是喝多了还是出什么事了？顾旭低头看了我的脚一眼，只说是别人受伤，不是我。别人？呵呵。我故意坏笑着凑过去，用口型问他，老婆，谁是别人啊？顾旭大概是怕我真的出声会让宋景听到，连忙挂了电话。我白了他一眼，你胆子也太小了，我都说了，只要你付封口费，我可以帮你隐瞒一切。顾旭，我没想到宋景会追来医院，他还让我别介意。可如果真的怕我介意，他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我突然意识到，在我和顾旭的故事里，宋景就是那个恶毒男配。可惜的是，我和顾旭的故事不是宠文，而是虐文。
刚好这时顾旭有个重要电话进来，他走到外面去接。宋景趁机问我：“辛先生，你有考虑过离婚吗？”“没有。”我毫无波澜的回答，让宋景一噎。他咬了咬唇，又问：“那你能忍受我们3个一直以这样的方式相处下去吗？”“为什么不能？”我好笑的看着他。我跟顾旭结婚，本来也不是因为爱情结婚的，他能找你，我也能找别人吗？宋景，我都这么大方了。可宋景还是不满意。他在顾旭回来之前，把一整杯水泼在了自己脸上，而顾旭也没有让他失望。回来后看到他的狼狈样，当即质问我：“辛商，你干什么？”我低头看了看宋景塞到我手里的水杯，忍不住发笑。顾旭见状更加生气：“你笑什么？阿景过来是因为担心我，你不高兴看到他，让他走就是了，有必要羞辱他吗？”我还什么都没说呢，他就已经叭叭叭的输出了一堆。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的，毕竟我是这本书里的恶毒男配，在顾旭的潜意识里，我就是个坏男人。我连自己兄弟的女人都会抢，更何况是对待介入自己婚姻的小白脸。恶毒男配嘛，肯定是双标的，可以破坏别人的感情，但是不允许别人破坏自己的感情。我转头又接了一杯水，当着顾旭的面泼在了宋景脸上。看清楚了吗？这杯是我泼的，我敢做敢当。旭旭，宋景哽咽着扑到顾旭的怀里：“是我不好，我没有经过你先生的允许就突然跑来这里，他生气也是应该的，你别跟他计较。”妈的演技真好，这本书的作者就应该安排他去搅和宁楚和温思思啊，搅和我和顾旭这对没感情的表面夫妻有什么意思啊？大概是我们这边的动静太大了，有个护士走过来查看，仗着有外人在，我更加有恃无恐，笑眯眯地对顾旭说：“还杵在这里干什么？快带你的白月光回家啊！”护士眼里顿时亮起炸裂之光，明明刚才填资料的时候，顾旭说他跟我是夫妻，现在居然把白月光带到合法老公面前，这么劲爆的八卦，谁不想看，谁不想听呢？只可惜我没有心情奉陪。看顾旭没有反应，我率先转身走了。到了楼下，我打了辆车，坐上去没2分钟就接到了宁楚的电话。他先是说了下我跟顾旭离开后，周小雨和其他人的反应，无非是议论纷纷，还有周小雨说要给顾旭好看。宁楚担心这些言论传到新家，我会挨骂。阿商，要不我让温思思跟你爸妈打声招呼？不用了，太麻烦。不麻烦的，只要我开口，不管什么事，思思都会为我办到的。又是秀恩爱，按照觉醒前的人设，我肯定暗地里气炸了。毕竟我前脚刚在顾旭那里受了委屈，后脚宁楚就跟我秀恩爱，这也太不顾我的感受了吧。但实际上，宁楚以前太缺爱了，现在被温思思捧在手心，他只是想让所有人知道温思思的好，他不是只对我秀恩爱，是无差别撒狗粮。幸好我现在对顾旭没有任何期待，不，确切的说是对感情和婚姻都没有任何期待。我同意娶顾旭，不过是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。既然如此，宁楚和温思思那边的关系就要好好利用起来，所以我爽快地答应了宁楚的建议。好啊，那就麻烦你和温总了。宁楚，不麻烦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吗？你和温总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宁楚被我问的一愣，紧接着就有点不好意思，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我还没想过，该想想了，最好早点结婚，没有我这个恶毒男配从中作梗，他们应该更早的修成正果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回家一趟。虽然她在电话里语气不好，但我知道有温思思打过招呼，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。只是我一进门就看到他们跟新安正在嬉笑。新安，小我2岁的弟弟，我的父母给他取名安字，就是希望他一生都平平安安，不要跟我一样被人拐卖了。其实一开始顾家想要的女婿是新安，但新安有自己的心上人，扬言逼他娶顾旭的话，他就鱼死网破。我爸妈情急之下，突然想起了被拐卖多年的我。说来也巧，警方那边刚破坏了一起拐卖案，抽丝剥茧，顺藤摸瓜就查到了当年的事。再然后，我父母就找到了我。原剧情里，作者对于我的身世介绍的并不多，只说我的父母更偏心弟弟，我在原生家庭和婚姻里都没有得到想要的爱，所以才会嫉妒宁楚过得那么幸福，嫉妒到发疯，嫉妒到黑化。可觉醒后的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可笑。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同，宁楚觉得幸福的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。我知道新家和顾家刚合作了一个海外的项目，目前团队还缺人，所以我跟父母说我想进这个项目锻炼。我妈本来拉着新安的手在跟他聊家常，突然听到我这么说，很是诧异的看了我一眼，紧接着又笑道：“你去干什么？被外人知道我们塞个什么都不会的大少爷进去，徒增笑话。”我爸也说，就算我们同意，顾家那边也不会同意的。顾家那边我会让他们同意的。大概是我的语气太过笃定，我父母看我的眼神变得不一样了。于他们而言，我本是推出去交换利益的。
如果能在顾家站稳脚跟，还能说得上话，岂不是好事一件？所以，我爸当即就松口了。如果顾家也同意你进项目，那我们没意见。我点点头，那你们等我消息。起身走的时候，心安难得的叫了声大哥。怎么了？你不留下来吃饭吗？虽然家里没备什么好酒好菜，但你应该也不会嫌弃的吧？不用了，我还有事。既然没备酒菜，那就是根本没想留我吃饭。心安虽然表面上叫我大哥，实际上却十分抗拒我回到新家。我也没想跟他抢父母的爱，因为知道抢不过。我啊，就想多拿点钱，往后山高水远，乐得逍遥自在。那晚在医院的事情也传了出去，还传到了顾旭父母的耳朵里。但这一次，二老没有当作不知道，而是训了顾旭一顿。原因很简单，最近我和宁楚以及温思思走得很近，顾家和辛家都可以不管我的面子和感受，但是他们又都想通过我跟温家搭上边。我特地打电话感谢了宁楚，然后宁楚就跟我说，温思思要跟他求婚了，婚礼呢也在准备了，时间定了跟我说啊。宁楚，阿商，我想请你来当我的伴郎。原剧情里，我在婚礼上设计让宁楚出丑，惹得温思思大发雷霆，顾辛两家因此被连累，之后一直走下坡路。所以后来温思思送我去坐牢，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话。幸好我觉醒了，那样的剧情也不会再发生。顾旭回来的时候，我和宁楚相聊甚欢，不知道是他走路没声音，还是我太投入，总之我没有发现他回来了。宁楚询问我俩的近况，我云淡风轻地说，他这会儿应该在陪宋景吧，上次宋景在医院自导自演装可怜，他肯定心疼死了。宁楚，你就让他这么胡闹？不想管他，反正过几天我就要出国了。啊？你要去哪？我们家跟顾家在澳洲合作的那个项目，团队还缺人，我去锻炼锻炼。顾旭同意了，我管他同不同意。后面的话还没说完，手机被顾旭夺了过去，他的脸色又是难看的，好像自我们结婚以来，他对着我总是很难有笑脸。顾旭挂了电话，又盯着我问，谁同意你去澳洲了？我爸妈和你爸妈都同意了。顾旭，手机还我。顾旭不还，还恶狠狠道，他们同意了，我没同意。心伤，我才是你老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还能拦得住我？你试试。撂下这3个字，顾旭拿出自己的手机，准备给我爸妈打电话。在两家的合作中，我家处于低位，所以他很清楚，找我爸妈的话，一定会以他的感受为先。但这次不一样，我好心提醒他，这件事是温思思出面打招呼的，你现在胡搅蛮缠，是要打温思思的脸吗？顾旭大概气疯了，完全没有理智可言。温思思，你怎么不直接跟你朋友二男士一副呢？啪！顾旭的脸上挨了我一巴掌，他满脸不可置信。是啊，我这样一个不被顾家重视，也没有辛家撑腰的上门女婿，居然敢打他，确实让人很震惊。但我觉醒了，我不跟男女主作对了，不仅不作对，我还把他们当靠山当资源。我告诉顾旭，就算你搅黄了我去澳洲的事，我也可以让宁楚牵线进温氏集团的项目，到时候你还能搅黄吗？顾旭，省省力气吧，多去陪陪你的宋先生，我走后你俩更自由，不好吗？心伤顾旭怒不可遏，你到底是介意我跟宋景的事，还是你自己想跟温思思有牵扯？都不是。那你想干什么？想工作赚钱。我回到新家的目的就是为了爱和钱，既然爱得不到，钱总不能没有吧？顾旭死死盯着我，但没有说话。良久，他走过来，按住我收拾行李的手，声音沉沉，你想工作，不一定要出国，你家公司或者我家公司，只要你开口。顾旭，我打断他的话，语气温和，咱俩之间没有感情，我出国可以给你和宋先生腾空间，我自己也能更自在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对我来说不好。为什么？我不想你走。啊？顾旭的话把我说懵了，然后他就告诉我，有关于那晚宋景自导自演的事，他其实早就知道了。他一时难以接受宋景是那样的人，所以这几天都在外面借酒消愁。可是酒喝得越多，脑子里出现越频繁的人，反倒是我。顾旭甚至说，心伤，我们试试。是什么？就是培养一下感情。培养他个鬼啊！我好不容易摆脱了原来的结局，现在绕一大圈又回去。他能保证跟宋景一刀两断，能保证以后永远不会出现其他的第三者。就算他保证了，我也不敢信啊！爱情多不可靠，我只喜欢当机立断，一拍两散。我出国的那天，宁楚来送我，他说温思思最近在忙婚礼，所以没有一起来。阿商，那你还会回来给我当伴郎吗？会。你就这么走了啊？宁楚说着，左右看了看。我知道他在找顾旭。前天晚上，顾旭喝多了，跑到温家找他，问他知不知道我喜欢温思思。宁楚被吓了一跳，连忙给我打电话，是我去把顾旭接回来的。
但在离开温家之前，顾旭发了一通酒疯。他一会儿说我喜欢温思思，一会儿又说他喜欢我。对于前者，宁楚自然不会相信，毕竟我和温思思每一次见面，他都在旁边，私底下我和温思思也没有联系方式。但对后者，宁楚却信了。他说：“你和顾旭毕竟结婚也有些日子了，同个屋檐下住着，你对他无限包容不说，平时生活起居也把他照顾得很好，他喜欢上你很正常啊。正常吗？如果按照原剧情的走向，这个时候顾旭对我已经到了厌恶至极的地步，是因为我觉醒后对他一点不在乎，反其道而行之的作风让他觉得新鲜吧？他以为我会依附他，会永远受他掌控，偏偏我现在要远走高飞了。顾旭对我未必是爱情，只是恰逢他发现了宋景不好的那一面，回头想要从我这里汲取温暖和安慰，但我不给，越是得不到的，他越不甘心，仅此而已。过安检的时候，眼角的光瞥到不远处有一抹熟悉的身影，好像是顾旭，但我不愿转头仔细去看，是不是他都不重要，我只想奔赴自己向往的天地。到了澳洲后，生活几乎被工作完全占满，偶尔我会收到顾旭的信息，问我家里的东西放哪里了。恍惚中我想起来，我跟他还没离婚。其实出国前的那晚，我提过这件事，顾旭不同意。他看着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看着我帮他备好的所有东西，突然之间对我舍不得了。人心大抵就是如此，哪怕不爱一个人，但在他身上得到过好处，习惯了有他在，就会舍不得失去。我没有理会顾旭的挽留，也不相信他说的喜欢我。事实证明，离开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在不能见面的这半年里，顾旭对我的思念有增无减。如果那晚我心软留下，或许现在我们也已经相看两厌。再见到顾旭是在宁楚和温思思的婚礼上，他的身边没有宋景，孤身一人站在走廊尽头。等我走过去，他开口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。明知故问，他知道我会回来参加宁楚的婚礼，早就跟宁楚打听了800遍我回国的航班。昨晚一路从机场跟我回来的那辆车就是他开的。顾旭，我们谈谈吧。好。我离开的这半年，顾旭逐渐跟宋景断了联系。听说宋景去顾家找过他几次，顾旭都避而不见。顾旭的父母会把这些消息传达给我，是因为我在澳洲过得风生水起。除了2家合作的项目进展得很顺利之外，我还参与到了温氏集团在澳洲的项目。如今我不再是这本书里的恶毒男配，我只是男女主的好友，利用他们的资源飞升。新家和顾家已经不能把我怎么样了，他们也都不知道我已经申请永远留在那里了。把这件事告知顾旭后，他愣了很久，才艰难地问出一句：“你不回来了？”那我呢？你……我侧头对他笑了笑，又把原来的结局说给他听。原本我们会分开的很不体面，甚至互相希望对方去死。我努力改变结局，能有今天，我很满意了。顾旭摇摇头，我不会打你的。现在的他当然不会。我说的那些，他或许也不信，但都不重要了。顾旭，明天我们去离婚吧。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也没用。宁楚的婚礼结束后，我会回澳洲，以后就不会再回来了。我们的夫妻关系存在和不存在，其实没什么区别。既然没区别，那你为什么非要离婚？给你自由？顾旭气得连连冷笑，到底是给我自由，还是你想自由？我也想自由，所以你也成全我，好吗？大概是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太真诚了，顾旭的火气一下子就被浇灭了。他心里难受，但是发不出火。我直视着他，明天去离婚，好吗？事到如今，顾旭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我用这种语气说话，并不是真的在恳求他，只是想要一个好聚好散罢了。良久，顾旭终于吐出一个字：好。他同意和平离婚了。我微笑着伸出手，那就祝我们离婚快乐。顾旭也笑了，又问：离婚后我们还是朋友吗？我去澳洲的话，可以找你一起吃饭吗？可以啊。以后的事，谁又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呢？我已经洗牌了自己的人生，绕过弯路，一心只赴坦途。